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阳明山三子后，今天要来造访台湾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美军宿舍群，就位于文化大学附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美军宿舍坐落在这里呢？在这边巷子的入口有简单的导览牌，介绍了阳明山美军宿舍群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国民政府撤退来台。而当时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宣布不再介入中国事务，所以当时台湾的局势风雨飘渺。不过隔年韩战爆发，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促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派出第7舰队协防台湾海峡。当时美国也成立军事顾问团，派驻台湾，协助防卫台湾。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批的美军顾问团团员抵达台湾，所以当时政府就在天母、阳明山征收农地，兴建住宅，提供美军驻台人员及其家眷的住宿之用。其中在文化大学附近就有150栋，现在整个区域已经被登录为文化景观，也有很多个别的建筑物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今天就来好好参观。这些美军宿舍很多现在都处于闲置状态，也有一些宿舍是经过整理，委外经营。左前方最前面那栋是原来的美军福利社，这是历史建筑，原美军福利社。不过现在都封闭，没办法进入参观。这边整个区域都是美军宿舍区。这个区域的房子维护的比较好，可能都有委外经营。这一栋是大卫小小羊餐厅。这里有2栋，前面的建筑就是文化大学了。我回到国泰街，这边有指标，美军俱乐部150公尺。这是星巴克餐厅。星巴克草山门市，这也是原来的美军宿舍，是美国南方城郊住宅的风貌。旁边是朱里昂餐厅，来自法国蓝带朱里昂冰淇淋。这是台北欧洲学校的校车，这里是欧洲学校的足球场。前面就是历史建筑。美军俱乐部，这里有简介。历史建筑，阳明山美军俱乐部。阳明山美军俱乐部为1950至60年代驻台美军及其眷属社区的重要社交活动空间，具有冷战时期的历史意义，后来作为太平洋联谊社使用。这是美军俱乐部整修前、整修后的照片比较。我现在就沿着凯旋路走往中庸1路、2路，那边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宿舍，也有很多栋历史建筑。右侧这排房子是凯旋苑，在总统大选期间也曾经喧嚣一时，现在又重归宁静。在前面这边左转建业路，建业路的2旁都是美式建筑。中庸2路，这附近有12栋历史建筑。这些宿舍的前身是原行政院美元运用委员会，在1950到1960年代兴建的洋式住宅。现在作为美国在台协会的宿舍。
走进来里面，这范围还蛮大的。走往欧洲学校，续行建业路，往台北欧洲学校、华冈艺校。台北欧洲学校，华冈艺术学校。我现在从这条巷子走回文化大学的方向，那边也有美军宿舍群。我抵达金山路了，左转往文化大学，不过右转，附近有个乌云山庄历史建筑，我就不顺路过去造访一下，大概10分钟吧，上坡路，右岔路金山路72巷，从这边上行，72巷20弄。古厝在里面，前面是历史建筑乌云山庄，私人民宅没有开放，所以只能欣赏侧面了。金山路72巷20弄6号，乌云山庄。乌云山庄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作为出租房子租给文化大学的学生。当时很多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喜欢这栋老房子，所以就租屋在此。1994年爆发文化大学美术系事件，当时事件的主要学生就是住在乌云山庄这里。事件的起因就是系主任不满意一位思想比较激进的学生，就联合其他老师，让这位学生秦正德1/2的科目死当，所以就遭到退学。事件传出以后，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就发动罢课，那最后引起教育部的关切，事情总算和平落幕。好在文化大学美术系事件是发生在台湾解严之后，所以学生也得到比较好的声援。如果是发生在戒严时期的话，可能这些学生就有人要坐牢了。我跟这件事件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在10几年之后，因为在阳明山爬山，所以有缘跟文化大学美术系事件的当事人秦正德一起爬过七星山，造访七星池，所以对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点点认识，就只能这样拍摄了，聊胜于无。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造访古迹并不像建筑系的学生是要参观一些建筑的特色跟技巧，我主要还是怀着一种历史心情，心情有感受到了，有到位了，这样就够了。金山路路口对面有一栋历史建筑，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分所长宿舍，原为日本时代阿部伊三郎的别墅，现在委外经营，是一家餐厅，逗留森林。里面有客人在用餐，所以我就不好意思逗留太久。哇，这里有很优雅的庭园，种植一片竹林。这一处典雅的庭园及别墅，曾经是日本人阿部伊三郎所有。不过后来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在台湾的产业，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遭到没收，所以也算是时代的眼泪。爱富一街这个区域
爱富1街、2街、3街也是美军宿舍区。现在很多栋都已经委外经营，成为各式各样的餐厅。这边的美军宿舍产权现在属于台湾银行所有。台湾银行曾经有一度想要改建这些宿舍，在这个地点，不管是新建饭店或是高级住宅，都可以发大财。不过后来在文化界群起反对的情况之下，只好作罢。现在采取委外经营的方式，以保存这些老房子。现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特色餐厅，其实这蛮好的。房子如果没有使用，没有人居住，很快就通往霉味，房子也容易折旧。所以我们支持店家的生意，就是在支持老房子。这栋老房子现在是闲置。哦，刚好可以参观里面的格局。以后整修完毕，可能就看不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格局了。这是壁炉。我有确认过，这里并没有写禁止进入。这些房子都见证了冷战时代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一段历史往事。这是爱富2街后生巷，这栋也是历史建筑。爱富1街、2街、3街。这边总共有17栋美军宿舍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一栋又一栋。台湾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美军宿舍就在阳明山文化大学附近。我在阳明山爬山超过20年，今天是第一次很仔细的深入这个区域参观这些宿舍。这边是爱富3街。这条巷子是爱富3街长生巷。我以前没有走进来过。这边的17栋历史建筑，就有12栋是坐落在长生巷。这一栋也正在整修，可能以后也是要经营餐厅吧。长长的一整排都没有导览简介。这边做餐厅是正在装潢，以后这整区应该是各式各样的特色餐厅。爱富3街这整排都是美军宿舍。这是阳明天主堂，难得今天有开放，进来参观一下。热身巷，巷子里这些都是美军宿舍。
我抵达光华路了。我车停这边，早上来刚好有空位。我这样环绕一圈，参观这附近的历史建筑，差不多花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今天的阳明山美军宿舍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详细的路程时间以及路线地图的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